我在阳台晾衣服时，手一抖，印着草莓花纹的小可爱掉了下去。楼下一对情侣正准备接吻，不偏不倚，小可爱落在了男生头上，真是孽缘啊！男生反应迅速，一把扯下半罩在他头上的小吊带，抬头看了过来。我家在3楼，隔着10来米的距离，我们对视了一眼，居然还是个长得很好看的男生。我甚至来不及道歉，心一慌，下意识地缩回了身子。房间里，我来回踱步，心里忐忑不安。这人应该不会找上门来吧？应该不会吧？然而，事与愿违。没一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我瞬间头疼，揉了揉太阳穴，无奈地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却是我印着草莓花纹的小吊带。一个身穿黑色衬衫的男生正用2根修长手指捏着它。见我开门，他捏着吊带的手轻轻晃了晃。你好，这是你的吗？声音挺好听，目光上移。我飞快地打量了一眼，近看似乎更帅了些，又帅又奶，绝了！如果没有刚刚那段尴尬经历，如果他没有女朋友的话，说不准还能发生什么故事呢？真可惜。对视几秒，我回过神来，矢口否认，不是我的。这么尴尬的事，谁爱认谁认吧。那是你家里别人掉的？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说完，我正打算关门，谁知那人直接探手进来，将门卡住。你确定？说着，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同时指了指阳台。我不明所以地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小可爱的同款草莓文胸正快乐地随风飘扬。我草率了，我强行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努力保持语气平静。哦，那应该是被风吹掉了。谢谢你帮我送回来。说着，我便准备伸手拿回自己的小吊带，可那人手臂往上一抬，毫不客气地侧身进屋。别装了，大姐，说吧，怎么赔偿？大姐，我血压瞬间升高，不过，我低头看了一眼，怒火又渐渐熄灭。也没错，就是大姐。然而，我这自我安慰的动作却被这人看在眼中。他勾唇笑笑，大姐，我指的是年龄，你别自己过分解读。沉默2秒，我忽然笑了，瞥了他一眼，反击了回去。没事，我一般不和小弟弟计较。当然，我也刻意加重了某个字音。被我讥讽了下，这人倒也不生气，反倒捏着我的小吊带，径直走到沙发上，气定神闲地坐了下来。我这才回过神来，屋里坐了个陌生人，我没敢关门，谨慎地站在门口看他。你要做什么？男生转头看我，忽然露出一个特无害的笑容。称呼倒是换了，姐姐别误会，我就是来要补偿的。明知道对方是狮子大开口，但家里此刻就我自己，我没敢和他硬刚，只能愤愤问道：什么补偿？男生身子微微后倚，捏着我草莓吊带的手指却始终未松。姐姐，因为你这个吊带，我马上要撩到手的妹子跑了，说吧，我的精神损失费怎么赔？我暗自啧叹，怪不得兴师动众找上门来，原来是刚刚吊带兜头，丢了脸，妹子跑了。我这人吧，向来有个特点，嘴比脑子快，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话便已经脱口而出。怎么赔？要钱没有，要女朋友的话，你倒可以收获一个漂亮可爱的女朋友。他抬头看我，饶有兴趣地打量了我一眼，随后笑了。我对大姐没有兴趣。放屁！我对大姐这词嗤之以鼻，忍不住反驳，明明是热情似火的知心姐姐。小伙子还是太年轻，等他长大点就知道姐姐的好处了。我正在心里给自己加戏时，身后忽然传来我妈的声音：甜甜，你们？一回头就看见我妈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沙发上的陌生男生。我沉默了一下，正准备解释，却发现我妈目光一转，落在了她手指间捏着的草莓花纹小吊带上。
我妈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微妙，那表情，那神色，怎么看都是标准的丈母娘似微笑。她把手里的菜兜子扔给我，快步走去沙发前坐下。男生反应倒算快，飞快地将吊带塞去身后，随即轻咳一声：“阿姨。”是这样，不用解释，阿姨懂。我妈笑了笑，眼底几分暧昧，然后抬手给他倒了杯水。你就是甜甜心谈的男朋友吧？他总和我提起你。阿姨记得，你叫。说着，我妈装出一时忘记的样子。男生很上道，犹豫了一下，接话道：“阿姨，我叫沈墨。”对，小沈。甜甜总和阿姨提你，说你对她特别好。沈墨笑笑，转头看了我一眼。是吗？我见鬼了！我敢保证，我妈100%认识那是我的吊带，因为那是她之前陪我去买的。我，一个24岁的成年女性，她非要给我挑一套小草莓的内衣加吊带，非说草莓招桃花。现在看来，桃花的确是招来了，却是个烂桃花。不过，我妈似乎完全没察觉到她女儿这桃花有多烂，还一脸满意地看着那个沈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好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个外人。没多久，我妈似乎对沈墨很是满意，起身将我按在了沈墨旁边，并悄悄朝我眨了眨眼。你俩玩吧，妈还有点事，先走了。说完，我妈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回头叮嘱：“哎呀，你蒋阿姨叫我去逛街呢，逛完街我们还要喝个下午茶，回来可能要很晚了。”这可真是我亲妈，一定是她的老姐妹们都抱上孙子了，这才给她刺激成这样。门关，屋里就剩下我和沈墨。我正在心里吐槽时，沈墨忽然转头看了我一眼，笑道：“阿姨真热情。”我脑子都不带转的，直接回了一句：“她可能是想抱孙子了。”不对，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容易误会。果然，沈墨向着我的方向微微一侧，从视觉上来看，有种像是要把我拥入怀中的错觉。这人语调微微上扬，显得有些轻佻。如果酬劳满意的话，这事我也可以代劳。我伸手按在沈墨胸口，将他往旁推了推。不过，良好的手感倒是让我动作停顿了几秒。看着挺瘦，身材倒还挺有料的。不过，我也没因此心软。反击的话几乎脱口而出：“你要给我妈当孙子？这不太好吧？”沈墨沉默2秒，沈墨直接绕过了这个话题，掏出手机，打开微信，递到我面前。精神损失费1000块，概不赊账。1000块？那是钱吗？那是我的命。我坚定地摇了摇头，恨声道：“要钱没有，别的可以。”然而，谁料沈墨上下扫了我一眼，随后嫌弃地叹了一口气：“不要。”我深吸了一口气，时刻提醒自己，我胸中有丘壑，大且深，绝不因小人生气。咬牙加上微信，我说要先赊账，这人居然也一口答应了。那好办，先稳住他，之后再拉黑闪人就是了。于是微信一加，我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赶人。好在沈墨貌似对我的人品十分相信，见微信加上，倒也没多留。看着他的离开背影，我忍不住感叹，到底是弟弟，真单纯啊。我必须让他体验一下社会的险恶，这样以后才能少走弯路。本想着一会再删他微信，谁知忙着忙着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直到下午，我妈回家以后，见我自己窝在沙发上追剧，瞬间怒了。晚上带小沈回家吃饭，她不过来，你以后就也别回来了。我怀着悲愤的心情给沈墨发微信：“小弟弟在吗？”沈墨倒是秒回，估计本来就是在微信聊妹子。不约，真以为谁想约你呢？我看着微信上的不约俩字，又想起我妈手拿擀面杖的样子，咬碎银牙发出一行字：晚上去我家吃饭，结束后1000我如约转给你。
消息发出后，半小时过去也没见沈墨回消息，我还以为这事完了。谁知敲门声忽然响起，打开门一看，沈墨一身正装地站在门外，笑容十分标准化。咱妈做好饭了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妈听见声音，从厨房快步走了出来，一见沈墨，那张脸瞬间笑开了花，连忙从他手里接过礼品，并斥责道：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先放这，一会都拿回去。看着我妈那殷勤的样子，我的心在滴血。什么拿走？这些东西都是用我的血汗钱买的呀。晚饭时分，饭桌上，他们三人推杯换盏，亲切交谈，而我只能将悲愤化为食欲。偶尔触碰到沈墨投来的目光，我就恶狠狠地瞪他一眼，示威般把嘴里的骨头咬得滋滋响。好不容易晚饭结束，我摸着撑到不行的肚子，朝着沈墨说道：天黑了，你快走吧。话还没说完，我妈就挥手打断：走什么走，小沈今晚就住这，妈给你收拾床铺去。说完，我妈扭头冲进了我房间。我不是给沈墨收拾房间吗？放着客房不弄，收拾我房间做什么？我回房间去问，却被我妈一句话堵了回来：你爸犯错误了，他今晚被罚睡客房。那我和你睡。我妈瞪我一眼：你睡觉磨牙放屁拳打脚踢的，会吓到我的。我合着我妈就打算把这烂桃花给我招到底了。拦不住我妈，我无奈退回了客厅。见我出来，我爸飞速地拿起手机进了卫生间。客厅里又只剩下了我和沈墨。沉默片刻，沈墨扫了一眼我卧室敞开的房门，微微靠近，声音压得很低：姐姐，陪睡可得加钱。陪睡？我将他上下扫一眼，放心，陪睡我也一定会找那种1.9米，腹肌能当搓衣板的。沈墨笑了，正想开口，我妈忽然从卧室出来了。我妈出现的突然，沈墨来不及直回身去。我们这个姿势，看在我妈眼里一定特暧昧。不用猜，看我妈那一脸姨母笑就知道了。我妈摆摆手，还是年轻好。行了，妈不打扰你俩了，回房间早点休息吧。我妈格外强调了早点休息4个字，朝我特暧昧的笑了笑，转身回房了。临了还不忘用我们刚好能听见的声音自言自语：哎，喝了酒，我和你爸今晚估计又要睡得特死了，打雷都不醒的那种。这是多想抱孙子啊。无奈带着沈墨回房，我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道：一会我爸妈睡了，你就走吧。沈墨倒也不客气，跟着我在床边坐下，挑了挑眉：怎么，姐姐不会想赖账吧？被沈墨戳破了心思，我难得的老脸一红，嘴硬的给他画大饼：怎么会，姐姐还打算包养你呢。然而我画的饼这人根本都不接，他一本正经的看了一眼时间：姐姐，我可是按时收费的。我瞪了沈墨一眼，扯过被子盖在身上：放心，你睡地上，我睡床上，过了12点你就可以走了。我爸妈向来作息规律，到了12点肯定已经睡了，所以沈墨那会走肯定也没人察觉。刚说完，就传来一道敲门声：小沈，睡了吗？阿姨给你拿件睡衣。我心里一惊，连忙装着正迷糊的语气回应：妈，我们都睡了。谁知我妈根本不吃这一套，毫不客气地拆台：开门。当你妈傻呀，这才进去2分钟。无奈，我只能示意沈墨去开门。见到沈墨，我妈就完全变了一副面孔，笑意盈盈地道：小沈，穿睡衣睡觉舒服，快去换了，你的衣服阿姨一会帮你洗了。这是我亲妈吗？这是沈墨亲妈才对。送完睡衣，我妈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临走时还不忘说一句：一会阿姨过来取衣服啊。房间内，我和拿着睡衣的沈墨相顾无言，看来我妈是打定主意要留沈墨过夜了。我无声地叹了口气，心灰意冷地摆了摆手：算了，
换上吧。我说这话时坦坦荡荡，没多想。沈墨却眉梢一挑，在这里，姐姐不会偷看吧？我是那种贪图美貌的人吗？不过这话我没问出口，因为心虚。我还真是。沉默2秒，我默默地打开手机摄像，悄悄对准了沈墨，放心吧，我不会偷看的。我是不会偷看的，但我可以明天正大光明地看视频。沈墨沉默半晌，慢慢地把手指放在衬衣上第一个纽扣。我眼睛死死盯着手机屏幕，悄然抿了抿唇。这家伙不会真脱吧？就在我认定沈墨是在虚张声势时，他动作继续，修长指尖灵巧地解开一颗又一颗纽扣，衬一下，肌肉的轮廓渐渐显现。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直呼卧槽，弟弟也有腹肌，这不科学。没好意思再看，我收回目光，莫名的紧张感忽然将我环绕。你还真脱啊？沈墨恍若未闻，径直脱了上衣，不慌不忙地躺上床，并毫不客气地裹上了我的被子。姐姐害羞了。我转过头，顶着一张泛红的脸，继续嘴硬，我是怕我多看2眼你害羞。说着，我连忙转移了话题，质问道：我妈拿的睡衣你怎么不穿？耍流氓？沈墨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你自己摸摸。我脸一红，啊？不好吧？沈墨一脸平静地看着我，我说的是睡衣。我拿起睡衣摸了下，半湿的。我妈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沉默片刻，我还是选择绕开了这个话题。今晚你睡地上。谁想，她轻飘飘地拒绝了，我要睡床。得寸进尺。然而，僵持了片刻，我还是妥协了。愤恨地瞪了他一眼，我抱起被褥准备下床。不为别的，主要是床太小。这人身上温度高得吓人，手指刚刚不经意间擦过他肩头，触感都是一阵火热。我一个没什么实际经验的嘴炮型选手，着实有点害羞。然而，我抱着被褥准备下床时，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我这才想起，我妈好像说过她一会过来取衣服。小沈，阿姨来取衣服了。果然，我妈的声音几乎在下一秒响起在门口。来不及多想，我飞快掀起被子，在沈墨略显震惊的目光中钻了进去。强忍着尴尬，我伏在沈墨胸口，朝着门外喊道：妈，我们都睡了。我和沈墨缩在一张被子里，狭小的空间里，难免有点肢体碰触，这人身上像燃了火一般。我脸色通红，刚巧右手搭在了他腹肌上，脑子一抽，竟还摩挲了几下，感受了一下手感。这手感能当搓衣板用了吧？来不及多感受，房门忽然打开了。我妈探头看了一眼后，又匆忙退了出去。妈忽然好困啊，衣服先不拿了。哎，不知道怎么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随即关门声响起，我飞快扯开被子，坐起身来，刚想破口大骂，就看见沈墨朝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同时指指门外。我纳闷地转头看去，只见门上的磨砂玻璃处折射了门外的一道人影，怎么看都觉着鬼鬼祟祟的。忽然，耳边传来一阵热气：姐姐，咱妈在听墙根。这是亲妈能干出来的事。我在心里默默吐槽，随即推开了沈墨，压低声音试探性问道：要不你叫2句？沈墨沉默了很久，就在我以为他拒绝时，他忽然开口，神色诚恳又认真：可以，得加钱。我大方地伸出5根手指，在他面前比划一下。沈墨微微挑眉，似乎还算满意，压低声音问道：5000？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我明明比划的50，怎么他硬是翻了100倍？沉默半晌，我还是同意了。反正之前这家伙狮子大开口要的钱，我也没打算给。既然不给的话，50和5000也没什么区别。见我点头，沈墨倒是似乎有些意外。四目相对，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挑挑眉，真的叫了一声。不过他叫的是
甜甜，你别扯我衣服，这不太好吧？随着他话音落下，门口响起一道极轻的笑声，然后一阵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吗？四目在相对，对上我想要杀人的目光。沈墨眨眨眼，一脸的无辜。姐姐，你只说让我叫，没说让我叫什么呀？看着面前那张人畜无害的脸，我气到想骂娘。这就是弟弟的杀招吗？装无辜倒是一把好手。瞪他一眼，我气冲冲地抱着被子下了床，把被褥铺在地上之后，我还故意转过身，背对着他躺下。不过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着身后有道炙热视线，看得我难受极了。后来我索性掏出手机来，窝在被窝里看手机，刷了几条视频，我忽然刷到一个帅哥，还显示的是可能认识的人。有一说一，这人的确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虽说戴着墨镜有些装 X 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帅的，而且还看着有些眼熟，总觉着在哪见过。我没忍住，点进主页多刷了几条，这人粉丝数还不少，不过可能认识的人，我可能认识这样的帅哥。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我妈和李阿姨居然也关注了他。什么鬼，这么帅的帅哥，我妈为啥不介绍给我？他还是亲妈吗？我正暗自愤慨着，身后忽然一暖。沈墨不知何时下了床，坐在我身后，此刻单手绕过我，撑在我身前，俯身看了过来。姐姐大晚上不睡觉，看我做什么？我被他这忽然的举动弄得有些脸红，谁看你了？我在刷。话音忽然顿住，我一脸震惊地看了看沈墨，又转头刷了下视频。靠，这人是沈墨？为保真实，我还暂停视频，仔细观察了下。视频里的帅哥没有露过正脸，要么是侧脸，要么戴着墨镜，要么戴着帽子，要么是有特效。总之就是个没露过正脸，但就是莫名帅人一脸的帅哥。我缓缓转头，和沈墨仔细对比了一下，还真是他。尴尬了，舔屏舔得正嗨，忽然被正主抓了包，这应该堪称社死瞬间了吧？我沉默着，然后慢吞吞说道：哦，半夜刷到个视频，发现男主太油腻，所以多翻了2个视频，想看他究竟能油腻到什么地步。被我子虚乌有的挖苦了一通，沈墨却也不恼，反倒笑着看我，随即瞥了一眼手机。油腻吗？他微微挑眉，油腻应该是这样的吧。说着，他用实际行动告知我，油腻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单手攥住我2只手腕，沈墨将我按在地上，然后借位吻了下来。他的唇堪堪擦过我侧脸，落在了耳畔，呼吸灼热，落在耳边痒得出奇。他轻声笑着，这种强吻才叫油腻。姐姐觉着呢？我还觉着个屁！深更夜半，被他以这个姿势圈在怀里，我还能觉着什么？我脑中一片空白，难以想象，我居然被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摇到面红耳赤，心跳加快。僵持了片刻，我猛地推开他，然后慌慌张张地爬上了床，卷起被子将自己裹起来。我结结巴巴地道：那个你睡地上吧，我一个女孩子不方便。隔了半晌，沈墨的声音低低传来，他轻笑：好。然后床下便真的再没了动静，可我却睡不着了。刚刚那一刻的画面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浮现，耳边似乎还残存着他刚刚的温度，那分余热从耳畔一路蔓延。然而没过多久，这份燥热感便被窗外骤降的暴雨给浇灭。暴雨就算了，偏偏还电闪雷鸣。我这辈子鲜少有怕的东西，但是打雷和闪电的确算是一个。我妈知道我这个毛病，从小就怕雷电，所以每次雷雨天，我妈都会抱着被子来我的房间陪我睡觉。可是我忍了好久，
我妈今天都没过来。想想也是，她怎么可能过来？总不能我们仨一个房间吧？暗暗叹了一口气，我强迫自己刷视频来转移注意力。然而，一道惊雷陡然炸响，随之而来的闪电几乎照亮了半边天空。我还是没忍住，惊呼一声，飞快地爬下床，钻进了沈墨的被子里。强忍着尴尬，我一头埋进他胸口，声音闷闷的，不好意思，借我躲一会。头顶很快响起一道轻笑声，怕这个？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承认了，挺怕的。沈墨笑了笑，用被子将我裹起，然后隔着被子将我圈进怀里，右手在我后背上轻轻拍着。沈墨声音低沉，睡吧。没占我便宜，也没有半点逾矩。这个比我还小的男孩子就这样静静地隔着被子抱我，耳边是他的心跳声，声声清晰。倒也奇怪，从小到大，遇见雷雨天都要瑟瑟发抖，被我妈嘲笑过无数次的反应，居然在沈墨的怀里消散了。任凭窗外雷雨阵阵，我靠在他怀里，心里依旧安稳。最后竟渐渐睡着了。清晨，我是被窗外阳光晃醒的。该死，我睡觉向来有拉窗帘的习惯，谁给我把窗帘拉开了？迷迷糊糊地转头望去，不禁然撞入一双含笑的眼。醒了，沈墨平淡的声音响起，让我脸上一红。这种感觉怎么像老夫老妻似的？勉强压下心中的异样，我装作一副平静的样子从被窝里钻出来。掀开被子的一瞬间，我下意识地往身后望了一眼，随即松了一口气。沈墨规规矩矩地穿着衣裤。我先去洗漱。匆忙扔下一句话，我落荒而逃。卫生间里想起昨晚因为害怕而使劲往沈墨怀里钻的场景，我更是一阵语塞。洗漱后，我给沈墨准备好一次性洗漱用具，然后踏着拖鞋向客厅走去。习惯性地喊了2声，才发现我那作息规律的双亲早都不知踪影了。不用说，肯定是我妈为了把我送出去，刻意制造的2人世界。没多久，沈墨洗漱出来，我连忙上去轰人：“那个你任务完成了，快走吧。”话音刚落，沈墨眉头微挑：“姐姐不会又想赖账吧？我表现得很明显吗？”我连忙装作一副富婆的样子，挥手道：“那点小钱我会赖账吗？你先回去，晚上给你转过去。”也许是我装得太像，或者沈墨太傻。总之，他什么也没说，点点头转身便走。离开前还特有礼貌地回头说：“姐姐下次再有需要随时叫我。”我也露出标准化的微笑：“当然不会再有下次了。”沈墨走后，我独自窝在1.8米的大床上，生平第一次竟觉得这张床好像缺点什么，怎么也没有昨晚睡觉时的那种感觉。这让本想睡回笼觉的我有些怅然若失。躺了半天也没有半点睡意，索性起床约了闺蜜塔塔逛街。一路上听着塔塔讲述自己又双若浊换对象了，我忍不住吐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谁知塔塔双眼放光地盯着我：“怎么开窍了？想男人了？”不过片刻后，他又摇了摇头：“不过你这年龄估计也没人要了。”很好，他成功地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掏出手机搜出沈墨的视频晃了晃：“怎么样，帅不帅？”看着塔塔连连点头的样子，我的虚荣心瞬间爆棚。下次有机会介绍给你认识。我还没得意多久，塔塔忽然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花了多少钱？”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顺嘴回道：“好几千。”这妮子居然还给我下套。我抿了抿唇，正准备迎接塔塔这妮子的嘲讽，谁知她竟然朝我骂道：“甜甜，你妈，这有些过了吧？”我皱着眉抬头，正准备反击，却见她朝着我身后的方向激动地挥手。扭头看去，果然是我妈。我妈也发现了我们俩，连忙带着她的好闺蜜李阿姨过来：“甜甜，怎么没见小沈呢？”走到近前，
我妈东张西望地瞅着，害怕被塔塔戳穿，我连忙解释，她有事先走了。我妈似乎没太在意，反倒走过来悄声说道：晚上，李阿姨的儿子请咱们吃饭，你好好打扮一下，去和李阿姨的儿子吃饭。难不成我妈放弃沈墨，又开始撮合我和李阿姨那个儿子了？没给我拒绝的机会，我妈便拉着李阿姨离开了。看着那对老闺蜜离开的背影，我欲哭无泪。算命的说我今年命犯桃花，我看我不是犯桃花，我这简直是犯桃树。回到家，我正想着怎么应付晚上的饭局时，微信突然响了，是沈墨，姐姐，还钱。又忘了拉黑了。我盯着屏幕上沈墨的头像，恶狠狠地回复：弟弟，你见过红色感叹号吗？刚发过去，沈墨便秒回：我知道你家地址。我认输。本想着这次一定要大出血了，谁知沈墨接着说道：不想还也行，晚上陪我吃顿饭。这么简单？我连忙捧起手机飞快回道 OK， 多陪几顿都可以，前提是你请客。沈墨秒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包。晚上我精心地化了个淡妆，在家等沈墨。不过沈墨没等到，倒是等到了我妈。我妈满意地打量了我一眼，走吧，李阿姨一会等急了。我忘了这茬了。犹豫半晌，我弱弱问道：妈，我能不能不去？我妈不慌不忙地戴上耳环，轻描淡写地说道：你猜？看着我妈那张风雨欲来的脸，我再度沉默。对不住了沈墨。我认命地随我妈出门，刚开门，就看到沈墨抬手准备敲门。阿姨好。我妈看到沈墨，瞬间变脸，略带责备地说道：说了不用你接，你还非要专程过来，让甜甜打车就好，不要太宠着她了。我一头雾水，什么情况？沈墨瞥了我一眼，随后微微颔首，轻笑道：没事，我主要是来接阿姨的。一句话，我妈脸上瞬间满是笑意，拍了拍沈墨的肩膀夸奖道：老李有个好儿子啊，不像我。我却愣住，老李？李阿姨？沈墨是李阿姨的儿子，他就是我妈之前给我介绍的李阿姨家那个海归博士。副驾驶，我一路上紧紧揪着安全带，不住地转头去打量沈墨，不得不感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意外被我依附照头并狮子大开口的野生弟弟，居然就是我妈介绍了无数次的李阿姨儿子，果真是世事无常。不过倒也有一点好处，起码拖欠沈墨的那些钱应该是不用还了。就我妈和李阿姨这几十年的交情，肯定不会让沈墨狮子大开口的。一路上，沈墨和我妈聊得热火朝天。我妈看沈墨的目光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看得出，沈墨不管是出身还是个人条件，都格外让我妈满意。想来也是，如果不是如此，我妈怎么可能各种拼命把他往我房间里塞？路上无聊，我也插不上什么嘴，只能用余光不住地打量着沈墨。原来，这个就是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流着鼻涕的小屁孩。说起来，我好像就比他大了2、3岁，但这孩子小时候似乎发育的慢一点，在我印象中就是个特矫情的小哭包。我妈和李阿姨几十年的姐妹，我和沈墨小时候也经常一起玩。不过后来他父母离婚，他被父亲带去了另一省，我们就再没见过了。再后来又听说他似乎出国了。不对啊，想到这，我忽然转头看向沈墨。我记得李阿姨的儿子好像是叫沈建国啊。沈墨沉默了一下，低声道：改名了。我有意逗他，故作惊讶地挑眉道：改名？那么霸气的名字为什么要改掉？沈墨抽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妈倒是立刻护犊子了，她在后座瞪我一眼，立即呵斥道：白甜甜，你话怎么那么多？当初那名字是你李阿姨取的，太老土了，还是现在好听，对吧，沈墨？沈墨笑笑，听话地附和道：
还是阿姨有眼光？我沉默了，他们俩母慈子孝的。我说啥都会被兑回来。很快，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口。这家酒店我知道，在本市挺出名的，菜色出名，价格也出名。我挑挑眉，在心里暗想，看来今天要好好宰沈墨一顿了。然而，这人像是会读心术一般，一边解安全带，一边转头瞥了我一眼。趁我爸妈都下车的功夫，他低笑着开口：“姐姐欠我那几千块，吃这顿饭应该足够了。多谢姐姐请客了。”我飞快地解开安全带，摔门下车。开什么玩笑，我们都这种关系了，还要还钱？一下车，便看见了等在酒店门口的李阿姨。李阿姨一直很喜欢我，对我也很热情。不过，这次倒是热情的有些过头了。我一下车，她便跑过来将我抱住，语气欣慰极了。甜甜啊，李姨念叨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成了我儿媳妇了。我没敢动，怎么就成儿媳妇了？鬼知道我妈和李阿姨进行到了哪一步？该不会已经要为我和沈墨谈婚论嫁了吧？被李阿姨紧紧抱着，我转头向沈墨投以求助性的目光，四目相对。沈墨笑了笑，这才走过来拽开了李阿姨。行了妈，你别吓坏了甜甜。从他口中说出甜甜两字，听得我脸红心跳。我们一行人进了酒店，包间是沈墨提前预定好的。桌前坐下，我妈和李阿姨俩人热切地聊了起来。我妈抿了一口热茶，目光在我和沈墨身上来回打转。我之前就和甜甜说，小沈现在又帅又优秀，让他去见面，他还推三阻四的，原来早就喜欢上小沈了。李阿姨也跟着笑，女孩子嘛，脸皮薄。再说了，沈墨其实毛病也多，嘴欠性子急，我还一直担心我家甜甜看不上沈墨呢。我和沈墨对视一眼，无奈笑了。现在李阿姨一口一个我家甜甜，我妈则动不动就称呼沈墨为未来女婿，我和沈墨八字还没一撇。这两位老闺蜜已经开始歪歪我们的婚后生活了。而且我知道我妈口中的推三阻四是什么意思。早在这之前，我妈就几次催促让我和李阿姨的儿子见面相亲，并一再和我吹捧，说对方多么优秀。可我一想起沈建国，满脑子都是当初那个满脸鼻涕的小哭包。不过我的拒绝在我妈那向来是无效的，所以几次见面我都是托闺蜜去的。当然，我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一个足以让我肉疼的新款包包。忽然，李阿姨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前几次见面，小莫回来就和我说，对方特别好，又甜又可爱，他喜欢的不得了。我却愣住了，心脏似乎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攥住，胸口竟有些发闷。所以说，沈墨当时就看中了我闺蜜，毕竟我一次都没去见过面，而和她见面的都是我另一个闺蜜小桑。我转头去看沈墨，他却似乎并没察觉出什么不对劲，反倒朝我挑了挑眉。我收回目光，暗骂了一声小渣男。不过想想也是，有一个让我一直忽略了的点，当初小可爱飘下去的时候，他似乎正在楼下，准备和一个姑娘打啵，前脚跑了妹子，后脚就来撩我。渣男实锤了。越想越气，我饭也吃不下了，说了句肚子痛，便起身去了厕所。身后似乎紧接着响起一阵脚步声，我没回头看。厕所门口，我还没进去，便被人拦下。抬头是沈墨那张好看的脸，他垂眸看我，眉心微微蹙起，显得有些关切。怎么了？我抿抿唇，低声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什么时候告诉他们真相？沈墨似乎愣了一下，面露疑惑。什么真相？渣男还在装？我心底暗暗吐槽，随即瞥他一眼。还装？前几次见面都是我闺蜜替我去的，现在让家长误会了，你说怎么办？沈墨闻言，紧蹙的眉头陡然松开。从表情上看，这人似乎还松了一口气。以前你也没去？
什么叫也？愣了一下，我似乎领会了沈墨话里的意思。没想到啊，居然是同道中人。随后，我们站在厕所门前的走廊里，深入探讨了一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前几次家里约见面，沈墨不想去，我也不想去，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找了替身。几次单独见面，一起吃饭的，居然都是他兄弟和我闺蜜。而且，据沈墨所说，因为不想被包办婚姻，所以他对李阿姨的介绍特别抗拒。至于为什么要对不想见的相亲对象赞不绝口，沈墨揉揉眉心，无奈道：第一次结束的时候，我回家就说了对对方没感觉，还编造了一通缺点。比如，说到这，沈墨看了我一眼，适时的把后面的话省略了，清了清嗓子，他继续说道：但是那天晚上我妈一夜没睡，坐在我床边给我讲了一夜你有多好多好，后来我妥协了，只能继续让我朋友替我出面，并且每次回来都对你赞不绝口。原来如此。而我呢？我倒是和我妈直言不讳了，让闺蜜小桑替我出席后，我回来各种子虚乌有的挖苦，比如说对方太丑、太不会说话之类。总之就一口咬死不是我的菜。然而，这些对我妈都没用，不论我怎么说，我妈都认定了我就是害羞，所以心口不一。而问她原因，我妈就说，她最近见过小沈，那孩子现在长得特标准，绝对是她女儿喜欢的类型。不得不说，我妈其实还挺了解我的。误会解开，我又想起我家楼下沈墨和那个陌生妹子尚未发生的接吻。我问他时，沈墨愣了一下。接吻？他蹙眉，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修长指尖在我额上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你们小女生是不是都这么爱脑补？说着，他再度开口，语气哭笑不得，那是我表妹。我大惊，你要和你表妹接吻？他也瞪大了眼，你疯了？沉默几秒，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耐着性子解释，当时你家附近有工人在施工，太吵了，我只是想凑过去给他说点计划而已。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话中的重点，计划。什么计划？沈墨再度沉默了一下。原计划倒是和你脑补的相差不多，我找我表妹来扮演女朋友，让你这个相亲对象知难而退。那怎么改变计划了？我明知故问，在等待回答时，也不由得心跳加速了几分。然而，想象中的表白并没有出现。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弟弟看着我笑了笑，眉梢轻挑，因为觉着这姐姐看起来傻乎乎的，想逗逗你。这算什么答案？哼了一声，我别开目光。时间不早了，回去吧。沈墨也点点头，好。时间太久的话，两位老母亲可能会误会。我脸一红，瞬间明白了沈墨口中的误会是什么。以那两位老姐妹的思想开放程度，还真有可能。思及此，我连忙拽着沈墨匆匆回了包间。进门前，我拦下沈墨，低声问他现在怎么办？他们可都当真了。沈墨倚在门边，轻笑，那就顺着他们的意思，继续演戏呗。好一个演戏！我刻意忽视掉心底那几分毫无征兆的失落感，点点头。好，我也不想总被他催着相亲，那就一言为定。不等沈墨应声，我便推门进去。然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我总觉着这两位老母亲看过来的目光带了几分明晃晃的暧昧。尤其是我妈，桌前，她朝我眨眨眼，目光在我和沈墨身上来回打量，一脸姨母笑。如果我和沈墨是一对 CP， 那我妈和李阿姨绝对是头号粉丝。不过，事态发展有些远超我和沈墨意料。本以为这顿饭就是确定关系，顺便正式见的家长。然而，两位老母亲格外兴奋，直接开始谈论婚事了。婚事？我有点麻了，这进度条拉的也太快了些。几乎是下意识的，我转头看向沈墨，并在桌下用手轻轻戳了戳他的腿。
沈墨低头，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俩字：加钱。行。我咬着牙应声，正所谓债多不压身，反正我都欠他那么多了，也不差这一次。见我应下，沈墨立马端起笑容，问向两位母亲：妈，我和甜甜刚在一起，还需要一点时间接触，要不咱们还是晚点再谈这些吧。沈墨问得妥帖又礼貌，然而没用。接下来半顿饭的时间，他都在被两位老母亲拽着洗脑，我则暗自庆幸，还好，破财消灾了。这一顿饭，沈墨忙于应付两位老母亲，我则乐得清闲，吃了个肚圆。饭局结束，我妈拒绝了沈墨送她回去的提议，反手塞给我和沈墨2张电影票，并眨眨眼，记得去看。看电影也是消遣，我没多想便收下了。然而，当我和沈墨并肩走出酒店时，我才扫了一眼电影票内容。靠！午夜场，惊悚鬼片。两位老母亲真是煞费苦心啊！尤其我妈，明知我一怕打雷，二怕鬼，还偏要安排这么一出。本想将电影票转手送人，却收到了我妈的微信：晚上和小沈一起去看。这家电影院检票员妈认识，你要是没去，省略号后面的话，我妈没说，我却也能脑补出来。反正后果不会太简单。沉默片刻，我抬头看向沈墨：那看电影之间这几个小时做什么？沈墨按了按眉心，被两位老母亲教育的头疼。去喝2杯。我看了一眼他停在路边的车，开车不喝酒。没事。他应声：你看看影院地址。我低头看了一眼，丽家大厦。再一抬头，街对面的商场牌匾上，丽家大厦4个字格外显眼。好家伙，吃喝看电影一条龙，这都集齐了。沈墨低头看我：走吧，陪我喝一点，晚上叫代驾。我想了一下，同意了。附近刚好就有清吧，我和沈墨进去点了些酒，又点了几样特色小菜。不得不说，沈墨这个弟弟倒是善谈，无论什么话题，他永远能够接上话，并且和我聊得很融洽，聊天愉快，酒喝得便也不慢。中途，沈墨去了一趟卫生间，我一个人无聊，便低头刷了会手机。刚巧意外刷到了沈墨的视频，看了眼时间，是昨晚他发的，没有露脸，只是拍摄了一段窗外电闪雷鸣的视频，配文寥寥几字。其实雷声也挺好听。雷声好听？我怀疑这人是故意在气我。正准备滑走，视频刚巧播放到最后几秒，镜头一转，露出了2只手，2只手同样搭在被子上，相隔咫尺，而且很明显能看出，这是一男一女2人的手。我正看得出神，画面已经跳回了开始时的雷雨画面。点开评论区，哀声一片。什么？男神竟然有女朋友了？我连正脸都没见过，居然就有女生睡过了。莫名的，我的心跳渐渐加速。扫了2眼评论，我退出评论区，又看了一遍视频。这次看得很仔细，也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视频中恰好有一道雷声响起，背景音乐中传来2道很低的呓语声，一道是我的，我害怕，而另一道是沈墨的，没事，乖。再仔细听，似乎还有轻轻拍背的声音，这也太聊了吧。可惜昨晚这些场景我都处于半梦半醒间，全部不记得了。我正看得出神，忽然余光中对面坐下一人，我条件反射般飞快地退出视频界面，然后按灭了手机，故作淡定地抬头说道：我刚才无聊刷了下视频，刚巧刷到。话说到一半，尾音被我硬生生吞下，因为对面坐着的男人并不是沈墨，而是我前任男友江胜。见鬼，怎么会在这碰见他？看见那张记忆中熟悉的脸，我几乎是下意识地绷紧了身子。大学时，我和他曾谈过1年的恋爱，但是分手时闹得不太愉快，甚至可以说很难堪。
我皱着眉看他，脸色几乎瞬间阴沉了下去。你来做什么？当初恋爱期间，他和我室友搞在了一起，绿了我，瞒着我，甚至还一起骗了我的钱。那时也是年轻气盛，我得知真相后，把他们那些破事全捅了出去，连带着把我找到的几张重量级照片也一起发出去了。反正当初撕得特别难看。江胜双手交叉搭在桌上，笑着看我。白甜甜，分手这么多年，你没怎么变样子吗？我瞥他一眼，讥讽道，你倒是变了很多。怎么，中年发福？比起当年，江胜胖了些，原本棱角分明的弧度，如今也尽数变得圆润。他摸了摸下颌，似乎并不在意。男人嘛，太瘦了也不好看。说着，他竟自顾地拿起沈墨的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吃下。白甜甜，现在谈恋爱了？我皱眉看着他手中的筷子，不由得替沈墨犯恶心。看不出来。我指了指他面前的餐盘，我男朋友去厕所了，你最好在他出来之前先离开。怎么？他又夹了一筷子鱼肉，挑眉问道。怕我打他？我故意冷笑，模棱两可地吓唬他。江胜这人过去就是典型的胆小鬼，做事永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是怕我男朋友打死你，我男朋友学散打的，拿过是散打冠军。当然，这都是我信口胡诌的，因为以我过去对他的了解，不论真假，在他听见这番话后，都会找个借口离开。然而，可能人确实是都在改变的。如今江胜听了这话，非但没害怕，反而笑了起来。是散打冠军？白甜甜，你这种话糊弄一下那些学生还差不多。说着，他随手扔下筷子，坏笑着看我。跟你那个什么狗屁男朋友分手，咱俩和好，怎么样？和好？我被他逗笑。江胜，说这话之前，你能不能先照照镜子？江胜正想说话，身后忽然走过来一人。姐姐，这位是沈墨从卫生间回来了。他从桌上抽起一张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水珠，随后低头看了一眼坐在他座位上的江胜。我还没说话，江胜便笑了起来。白甜甜，你在逗我吗？他捏了捏沈墨的手臂，一脸的戏谑。这个小弟弟就是你那散打冠军？我皱眉，然后抬头看向沈墨，本想告诉他别理这个神经病，一抬头却对上了沈墨的目光。他静静地看着我，唇角勾着笑，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问题。姐姐，这位是？我抿抿唇，乖乖应声。我前男友。想了想，又补充道，当初分手撕逼撕得特难看的。前男友？沈墨点点头，原来是前男友。话音刚落，他用另一只手一把攥住江胜捏在他小臂上的手，略一用力，江胜直接开始喊疼。沈墨松手后，江胜猛地起身揪住他衣领。在我的惊呼声中，沈墨几乎没费什么力气，3两下就把他打翻在地，并一脚踢了出去。江胜口中那个小弟弟，打他用的精力没比打个小朋友多多少。几米远处，江胜慢吞吞地爬起来，双手紧紧捂着小腹，脸色难看的可怕。行，白甜甜，你等着。要了句狠话，江胜捂着小腹准备绕过我们桌子离开。然而没走多远便被沈墨叫住。过来。江胜犹豫了一下，停下了脚步。看着江胜那张又尴尬又隐约有点害怕的脸，我着实有点想笑。看来多年过去，这人还是没什么长进，胆子依然不大。见他停下身不动，沈墨便再度重复了一遍。过来。江胜转身，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沈墨一只手按在桌上，目光扫了下被扔在桌上的那双筷子。用我筷子了？江胜抿抿唇，没说话。去吧，吃了我的饭，就去把账结了吧。沈墨拍了拍他肩膀，然后牵起我的手往外走。走到江胜身边时，沈墨转头看他。甜甜说的没错，我的确拿过散打冠军。不过
不是市区的，而是省级的。此话一出，江胜那双原本紧紧攥起的拳头也瞬间松了劲。他偏开头，没再说话。沈墨则带着我正大光明地出了店门，并在路过柜台时朝身后江胜的方向指了一下，结账找他。说完，我们一同出了店门。走出很远，我才扯了扯他袖口，悄声问道：“你真是拿过散打省级冠军？”沈墨看我一眼，忽然笑了：“唬他的，散打的确学过，不过没拿过什么冠军，但是打他倒是足够了。”说着，沈墨摇摇头：“姐姐过去的眼光可不太行啊。”我耸了下肩，无话可说。折腾了这么一通，距离电影开场只剩下了1小时。我和沈墨商量了一下，最后选择去商场里抓娃娃，然后再进影院。不得不说，沈墨的确是个全能弟弟，脸蛋标致，身材诱惑，打架一流，就连抓娃娃都特厉害。我是个废物，只能在旁边喊666。半个多小时过去，我和沈墨身上已经挂满了各种小玩偶。人家是来抓娃娃的，沈墨是来进货的。不过只在旁边看着也无聊，我找工作人员弄来一个大袋子，把娃娃装进去，然后拖着沈墨教我抓。沈墨欣然同意，这个老师做的也十分尽职尽责，在旁边不停指挥着，必要时刻他甚至亲自上手，将手搭在我手背上操作。可是不知为什么，当他将手搭过来后，我却无心抓娃娃了。他站在我后方，身子微微前倾，像是在拥抱。他掌心温温热热，搭在手背上方很舒服，舒服到我这个姐姐竟有点心跳加速。亏了沈墨指导，这个大象外形的小玩偶被成功抓了上来。我心里一喜，下意识地转头看他。糟糕，距离太近，我回头的动作太过突然，唇擦着他唇边划过，触感温软。两人几乎同时愣住，不知是谁的心跳声在此刻陡然清晰。我先回过神，下意识地想要后退一步，却忽然被他抬手箍在腰上。沈墨低头看我，喉结悄然滚动了一下。他声音很轻：“姐姐，这可是你主动投怀的。”说着，沈墨低头吻了过来，气息灼热。我人都傻了，唇上的温润触感让我几乎站立，余光里甚至还能看见不远处有人在围观。沈墨当然不会在公共场所和我来什么激情画面，这个吻浅尝辄止。几秒后，他松开我，温热掌心落在我头发上，轻轻抚了一下，并附带了一句让我脸红心跳的话：“姐姐身上好香。”我开始结巴了起来：“你只是假扮我男朋友。”你……沈墨垂着眸看我，脸色无辜极了。两位老母亲都已经商量我们的婚事了，你居然说我只是假扮的？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本想反驳，可是看着沈墨那张无辜至极的脸，我着实是没能说出口。沈墨握住我的手，声音温和，极具蛊惑感：“姐姐，我们在一起吧。”救命！这个尾音微微上挑的真的太吃我了，尤其再配上那张脸，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玉的一张脸？我说不出话来，脸一路红至耳根。沈墨偏着头打量着我的反应，半晌，忽然笑了：“姐姐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话落，沈墨牵起我的手，强势的与我十指相扣，然后拖着那一袋子娃娃去了影院的寄存柜前。“姐姐，电影要开场了。”我低低应着声，却忍不住问他：“你能不能不叫我姐姐了？”沈墨微微挑眉：“不喜欢。”“也不是。”我连忙否认。“就是。”后半句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就是听得我脸红心跳，太折磨人了。我实在不敢再同他对视，只能偏开目光。“进去吧。”幸好沈墨没再为难我，只是牵着我的手进了影院。不过检票时倒是挺尴尬，检票的是位和我妈年纪相仿的大妈，
我用以后的桃花运做担保。我绝对没见过他，也不知他是怎么认出我们的。捡我们的票时，大妈先是将沈墨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那目光灼热滚烫。沈墨没说话，却明显看起来不太自在。打量够了，大妈把票递回给我们，然后朝着我悄悄眨了眨眼。快进去吧，电影快开始了。说完，大妈在我肩上不轻不重地推了一下，直接将我推到了沈墨怀里。果然人以群分，我妈的朋友也是神助攻。尴尬地朝着大妈笑了笑，我被顺水推舟的沈墨搂在怀里进了影厅。不知是不是为了迎合鬼片的氛围感，影厅内冷气开得十分足。进去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沈墨很细心，细心地将我搂得更紧了些，主要是他身上也就穿了个短袖。坐下后，犹豫地转头问我，要不我把衣服脱下来给你？吓得我连忙拒绝了。开什么玩笑，把衣服给我？他光着上半身看电影吗？一会进来个人，恐怕还以为我俩在做什么龌龊事。再一看座位，好家伙，最后一排最角落里的座位。我妈可真细心，这是生怕我俩离别的观众太近吗？然而，我妈可能多虑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别的观众。偌大的影厅，直到鬼片开播，都只有我和沈墨两位观众。我有些咂舌，沈墨，这两位老母亲不会给咱俩包场了吧？沈墨瞥了一眼大屏幕上脸色苍白的女鬼脸，淡定地道，不会，应该是单纯的没人来看而已。这个理由其实我也认同。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理位置，以及这个评分低到可怕的烂俗鬼片，观众能多才有鬼了。不过这空荡荡的影厅，冷飕飕的温度，以及屏幕上那惨白兮兮的女鬼，无疑不再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拽了下沈墨的手，要不咱们还是走吧。沈墨将目光从屏幕上收回，转头看我。好。话落，他牵着我的手起身，在黑暗中带着我下了台阶。然而，台阶下到一半，这破鬼片忽然到了一个小高潮，背景音乐陡然变得阴森了起来，大屏幕上那张可怖的鬼脸出现得毫无征兆。啊！我刚巧目光扫到屏幕，一声惊呼，直接扯起沈墨手臂钻进了他怀里。沈墨也很上道，用身体挡在我面前，将我的脸按在他胸口。别看，没事的，语气竟还有点温柔。我有点害怕，也有点紧张，便保持着那个姿势没有动，直到那段惊悚剧情结束，让人后背发凉的背景音乐也消失，我才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然而，一切似乎还没结束。灯光昏暗的影厅内，我和沈墨站得很近，他低头看我，目光幽深。姐姐，沈墨开口，喉结悄然滚动着。我忽然意识到了他想要做什么，双手不自觉地揪紧了他的衣服，低声提醒，这是在影厅。沈墨却忽然笑了，他低声叹谓，只是亲一下，又不是把你就地正法了，怕什么？说着，他箍在我腰上的手收紧几分，吻悄然落下。就这样，在空无一人的影厅内，我和沈墨接了吻。因为害羞，我本是想要拒绝的，可是影片很适时的又来了段惊悚时刻，吓得我瞬间搂紧了沈墨，让这个小弟弟又占了便宜。我和沈墨出了影厅，他一脸的春风得意，而我脸色烧烫，双腿发软，有种弟弟像是十足的小狼狗，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可行动力却比谁都强。看了眼时间，感觉我爸妈应该睡了，沈墨便打车送我回家。他喝了酒，车子便留在了停车场没有开。小区门口，沈墨挺绅士地问我，需要送你上楼吗？我想拒绝，但是我有点怂。刚看完鬼片，我确实是不敢自己坐电梯，于是我犹豫再三，还是点点头，好。沈墨失笑，没说什么，单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他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倚在墙边看我。开门吧，看你进去我再走。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拿出钥匙开门。然而，家里漆黑一片，没人。我妈了。这个时间点，按理说我爸妈应该都睡了的，可他们的拖鞋都整整齐齐地放在门口。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爸妈，无人理会。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通电话，结果我妈告诉我，她和我爸、李阿姨以及另外几位兄弟姐妹们出去吃宵夜 K 歌了，还说要浪到天明。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刚让我看完鬼片，又让我独守空房。沉默半晌，我转头看向沈墨，他倚在走廊墙壁上，一根烟燃了近半。见我转头看去，沈墨微微挑眉。有事？我点点头。在他的注视下，我抿抿唇。那个你能陪我睡一晚吗？沈墨明显愣了一下，回过神，他摁灭了烟，笑得特撩。好啊。说着，沈墨走过来，停在了我身后。没有什么身体接触，灼热呼吸却喷洒在我后颈处。这可是姐姐主动的。要死了。什么叫我主动的？耳根一红，我又有点后悔刚刚的决定了。被鬼吓死总好过在他面前羞死。于是我转头看他，要不你还是回去吧。沈墨微微挑眉，然后故意做受伤状。姐姐，你把我当鸭子了吗？需要就叫我留下，不需要就赶我走。若是换作旁人，我保证骂一句滚。可是看着沈墨那张又嫩又帅的脸，一个滚字如鲠在喉，怎么也说不出口。犹豫再三，再加上沈墨在一旁有意无意地提起了刚刚的鬼片，我后背一寒，连忙将他扯进了门。那个，你还是留下来吧。说着，我抢先说道，你睡床，我睡地上。沈墨也不反驳，笑着应了一声。好，痛快的让我险些怀疑，这人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思。事实证明，他还真的有。简单的洗漱过后，我开始在房间里铺被子。为了避免尴尬，我连澡都没有洗，只是去卫生间换了一套长袖睡衣。铺好被子后，沈墨倒是半点没客气，真的上了床，默认让我睡地板了。弟弟就是弟弟，一点都不绅士。我只能钻进了被窝。房间内开了一盏小夜灯，灯光昏黄。旁边有沈墨这个热血弟弟在，我倒也没再害怕。不过躺下没几分钟，沈墨便趴在床边看我。姐姐，睡不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其实我也睡不着。行。应下后，我又问了一句，什么类型的故事？总要谨慎些，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万一他要给我讲那种段子呢？然而，这故事没什么颜色，就是听起来有点瘆得慌。有个男生和女朋友分手后，女朋友受不了就跳楼自杀了。男生怕女友阴魂不散纠缠自己，就去找大师化解。大师说，今晚女友的鬼魂就会回来找他，只要不要让鬼魂看到男生就没事了，否则就会死掉。男生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后半夜感觉女友的鬼魂快要来了，害怕的不行，就躲到了床下。没过多久，他便听见一阵咚咚的声音。结果第二天男生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下。为什么呢？听他说起床下，我心里还有点瘆瘆的，因为我睡在地板上，旁边就是床，而我家的床下面是空的，我一转头就能透过垂下的床单看见床下的一片黑暗，背后一阵发凉。但是出于好奇，我还是没忍住问他为什么。沈墨笑笑，悄声说道，因为女友是跳楼死的，死的时候头朝下，而男生听见的咚咚声是女友头撞击地板的声音。这故事太应景了，我不由自主地转头看向床下，黑黝黝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可是黑暗反倒是最让人恐惧之处。还没来得及移开目光，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咚咚声。啊！
我尖叫一声，猛地站起身，钻进了沈默的被子里。你有病啊，大半夜的讲这个。我快被吓哭了。沈默似乎也没料到我会这么大反应，愣了2秒。他轻轻拍着我后背，语气歉然。抱歉啊，这是很老的鬼故事了。我没想到你真的没听过。我把脸埋在他胸口，眼泪都快吓出来了。然而，就在这时，再度响起了咚咚的声音。沈默，我说话时带着哭腔，你又搞什么鬼？别吓我了。不是我。说着，咚咚的声音再度响起，是在外面。我这次仔细听了一下，似乎是敲门声。然后沈默几乎是把我扛去门口开门的。说来惭愧，我这人实在是胆子小，被他刚刚那个应景的鬼故事，外加这适时响起的敲门声，吓得腿软，几乎走不动路，又不敢自己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万般无奈下，沈默只能把我扛了过去。门口，沈默把我放下，然后顺着猫眼看了一下，皱眉道：“你点外卖了？”啊？我愣了一下，连忙摇头：“没有。”沈默开了门，果然，门外站着位外卖小哥。“你好，请问是白小姐吗？尾号4508。”沈默转头看我，是我弱弱应声，但是我没买花啊。说着，我看了沈默一眼，外卖小哥怀里抱着的是一大束玫瑰花，全是娇艳欲滴的红玫瑰。沈默微微蹙眉，也不是我。然而，外卖小哥看了一眼门牌号，又确认了收件人姓名电话，没错，就是您家的，是一位叫沈默的男士送的。说完，外卖小哥把花塞到我怀里，转身走了。房门关上，我捧着一大束花，手足无措地看向沈默，到底是不是你？沈默没应声，目光却落在了他掌心。我侧头看去，是外卖订单纸，在小票下方是长长的备注：外卖员同志，麻烦您一定要送到女生手里，而且一定要告诉他是一个叫沈默的男士送的。记住沈默哦，沈阳的沈，沉默的默。后面还有2句，太啰嗦了。我没看完。傻子都是知道，这一定是2位老母亲的杰作了。然而，平时不太点外卖的他们不知道，有的商家送蛋糕送花也会附带外卖小票，上面的备注也会看得一清二楚。我和沈默对视了一眼，都有些无奈。抱着一大束红玫瑰，我忍不住低头闻了闻，没什么香味。把花束放在桌上，我偏头看了看，似乎也还挺好看的，没忍住多看了2眼，再抬头，便刚巧撞上了沈默的目光。他走过来，偏着头看我，然后毫无预兆地俯下身来，距离瞬间拉近。姐姐，你说2位老母亲都做到这种地步了，我是不是应该再主动一点？脸有点发烫，我装作不懂。主动什么？沈默不答，我腰上却忽然一紧，再回神，已经被他箍进怀里，双手轻轻抵在他胸口。你猜？我还没来得及猜，便被沈默打横抱起，直奔卧室，心脏跳动得厉害。我既紧张又害怕，还夹杂着一丁点小兴奋。然而，事情发展和想象中并不相同。没有什么小野狗弟弟征服我这种刺激故事，沈默就把我抱到了床上，然后自己也钻进被子里，像上次一样，隔着被子抱住我。睡觉吧，他在我耳边如是说道。感受着耳边那道温热呼吸，我加剧的心跳渐渐平复，松了一口气，却又隐隐有点失望。哦，我以为沈默还有什么后招，然而都没有。这人只是静静抱着我，呼吸平稳。就在我昏昏入睡时，耳边忽然响起他的声音：“姐姐。”我没睁眼，迷糊地应了一声。意识朦胧间，似乎有人握住了我的手，动作很轻，掌心却温热。我们假戏真做吧。我困意惺忪，话几乎是脱口而出：“怎么做？”沈默忽然就沉默了。过了几秒，睡意消散。
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刚刚说了些什么？脸一红，我蓦地睁开眼，却刚巧对上了沈墨的目光。他撑起身，静静地看着我，从我的角度还能看见他悄然滚动的喉结。生平第一次，我发现男生的喉结居然也有一点性感。可能是晚饭时喝的那2杯酒劲头还没过，也或许是夜色太撩人。总之，我脑子一抽，居然在他喉结上轻轻亲了一下。沈墨身子瞬间僵住，他单手撑着床面，另一只手紧紧按着我肩膀。姐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脸红得厉害，那一丁点睡意也瞬间消散，随手扯起枕头捂在脸上。我闷声说道，我不太想知道。话音落下，却半晌也没等到沈墨的回应。如果不是还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与呼吸，我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悄悄离开了。然而，久久等不来他的回应，我还是没忍住，慢吞吞地挪开了枕头。MMP， 他炸我！枕头挪开的一瞬间，沈墨用一只手紧紧攥住我手腕，然后另一只手则盖在了我眼睛上，眼前一片黑暗。与此同时，唇上传来一阵温软。沈墨的声音含糊地响起，姐姐，晚了，是真的晚了。接下来，沈墨竟是一点没再客气，将我吃干抹净。第二天，我是被人吻醒的，一睁眼便看见沈墨站在床边，俯身看我，那双桃花眼微微弯起，带着几分笑意。姐姐，起床了。他凑近，温热的吻从我额头一路蔓延，最后落在唇畔。我愣了一下，随即猛地推开他，双手紧紧捂着嘴。沈墨低笑，姐姐，我刷牙了。我还没刷。睡意散了几分，我紧紧捂着嘴坐起，然后后知后觉地想起了什么，掀开被子一看，完了，饭熟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而后又渐渐转白，因为我似乎听见客厅里传来了我妈的声音。我抬起头，求助般地看向沈墨，却见他静静立在床边，半点不见慌乱。你爸妈和我妈半小时前就坐在客厅里喝茶了。我欲哭无泪，要死了，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说着，我扯起被子，探着身子将床尾的衣服一点点拽过来。沈墨就站在旁边笑吟吟地看着，也不说帮我一下。渣男！直到我把衣服拽过来，他才不急不缓地说道，看姐姐睡得香，没忍心。这话倒是说得我心头一紧，莫名的有点暖意。然而温情不超2秒钟，沈墨又低声说道，看了姐姐睡觉，我才发现原来女生打呼噜也挺可爱的。我谢谢你。拽过衣服，我朝他比了个转身的动作，转过去。我要穿衣服了。沈墨听话的转过身，还不忘补充一句，没赶我出去，说明姐姐接纳我了。这是什么清奇的逻辑？我拽着被角低声道，那你出去。沈墨反倒背对着我坐在了床尾，2位老母亲等咱们一起出去呢。这人一副耍无赖的样子，我犹豫了一会，飞速地穿上了衣服。沈墨倒也没中途转头偷看，不过昨晚他也没少看。穿衣、洗漱、收拾妥当后，我和沈墨一同出了房间。客厅里坐着3位老人家，洽谈正欢。我跟在沈墨身边走过去，沙发对面并排放着2张椅子，显然是给我们俩准备的。这架势有些唬人，原本和谐的气氛，在我们出来后明显紧张了几分。我妈板着一张脸看向沈墨，沈墨，我和你叔叔昨晚不在家，你和甜甜？沈墨正襟危坐，连忙应声，阿姨，我和甜甜在一起了，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对甜甜负责。向来对沈墨笑脸相待的我妈，此刻也难得的冷着脸。负责？怎么负责？沈墨握住我的手，一本正经地和我爸妈承诺，阿姨，我想娶甜甜，我名下有车房，都会改成甜甜的名字。
彩礼和结婚的条件您和叔叔提出来，我一定尽全力办到。我妈将他上下打量一遍，脸上仍不见笑意。你比甜甜还小，真能保证给她幸福吗？沈墨的情绪终于有了几分波动，他绷紧了身子，看起来格外认真。阿姨，年龄问题是不可逆的，但是每个人的心理年龄不同，我保证一定会比甜甜成熟，会努力发展事业，会照顾好她。我妈盯着沈墨的眼睛，你真要对甜甜负责？沈墨点点头。下一刻，沙发上3位家长的脸色瞬间缓和。我妈笑着指了指茶几，我和你妈去找人算过了，下周一是个好日子。我和沈墨几乎同时朝着茶几看去，上面规规矩矩地摆着2个户口本，要命了，这速度！然而，我和沈墨似乎并没有什么拒绝的权利。扔下户口本，3位家长便笑呵呵地出去了。我追问了一句：“妈，你们又要去哪呀？”我妈头也不回地挽着李阿姨的手出了门。我和你李阿姨预约了做美容，时间快到了。那你呢？我转头看向后面拎着包的我爸。我爸摸着脑袋笑了笑，我呀，给2位美女当司机呗。他们离开后，我和沈墨坐在沙发上，2对2无言。有太多话想问，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咱们进展会不会太快了？狗血而巧合的相识，稀里糊涂的进展，火箭般的发展速度。我看着茶几上那2份户口本，到现在都还觉着不太真实。沈墨倒了一杯茶，抿了一口，是有点快，但是……他转头看我，那双眼睛亮无比。相亲的进展一般都很快吧？这话倒是没错，我身边还有朋友相亲见面2次就结婚了的，但是进展还是太快了，快到我甚至都怀疑沈墨对我到底是不是新鲜感。沈墨，我沉默了一下，低声问他：“你确定自己不是被逼无奈才负责的？”他又喝了一口茶，忽然笑了。知道为什么你妈敢在我第1次来你家的时候就让我和你共住一间房，并且不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被占便宜吗？我皱皱眉，因为她太开放。头上被沈墨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沈墨无奈笑笑，是因为你爸妈知道我不敢碰你。你最初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我可是从头到尾都清楚的。没确定关系的时候，给我8个胆子，我也不敢逾矩。见我错愕，沈墨刚刚敲在我头上的手改为在我头发上揉了揉，动作温和。所以姐姐，昨晚一切发生之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娶你了。我推开他的手，将信将疑。但是我们才接触不久。沈墨却又再度揉了一下我的头发，答非所问。姐姐还没有了解过我的感情史。我愣了一下，倒也被他说的有些好奇。所以你的感情史是怎么样的？沈墨收回手，笑了笑。我如果说我的感情史一片空白，姐姐信吗？我皱眉，你猜？他轻笑，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随即转头看我，但是是真的。我没有社交障碍，没有人格缺陷，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性别爱好。老实讲，身边围着的姑娘不算少，但是我居然从没对谁心动过。他静静看着我，那双眼黝黑而深邃，目光真挚。姐姐，我一向很忠于自己的内心，我喜欢的，哪怕只见一面也会认定；不喜欢的，即便是接触上3、5年，心中也不会有半点涟漪。这表白略显官方，但是我挺吃这一套的。一颗心悄然悸动，谁又不是呢？我是颜狗，我承认，但也不是来个帅哥我就会被迷得晕头转向，什么也不顾。对于沈墨，幼时的印象只是觉着可怜又可爱，一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的小哭包，长大后的接触全程都在被他撩。一颗春心哪里经得起这般撩拨？心动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让我心定的瞬间，大概是刚刚在客厅里，
他当着双方家长的面承诺说要娶我吧。正如沈墨所说，因为两家关系的原因，我们不敢像普通恋爱一样随性，若不是真的做好决定，沈墨昨晚不会碰我，更不会在刚刚信誓旦旦的承诺想要娶我。想什么呢？正出神，沈墨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打断了思绪。我在想你那天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联合我妈一起骗我？究竟是要怎样的脑回路，才会让他和我妈当初见面的时候，装作互不相识？沈墨静静地看了我半晌，低声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阿姨她始终站在门口，把咱们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我愣住，然后沈墨解释说，那天他被李阿姨逼着来我家做客，受不了李阿姨的唠叨，他松开同意了，却拉来了自己的表妹，准备让她陪自己演一场戏。戏当然是那种特常见的戏码，带着女朋友来拒绝相亲，让我这位大姐姐死心。然而当她在楼下和表妹商量计划时，莫名的被小可爱照了脑袋。表妹乐不可支，在沈墨发现那个将头探出窗外，一脸惊恐的姑娘就是她的相亲对象后，表妹一口咬定这就是天赐良缘，然后走了。被表妹当场放了鸽子，手里攥着小可爱的沈墨犹豫再三，还是上楼找我去了。一是因为他攥着我的小可爱扔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上楼归还。二是据沈墨说，刚刚的隔窗对望，让他对那个看起来傻乎乎而且有点呆萌的姐姐突然产生了一丁点的兴趣。而他上楼时，身后始终跟着一位戴着墨镜的阿姨，不住地打量着他，像是想认人，又一副怕认错的样子。沈墨也没多想，拎着小可爱和那位阿姨一前一后上了楼。然后他和我在屋里对峙了没多久，那位陌生阿姨便奇迹般地开门进来了。沈墨当场社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那位多年未见的阿姨装作误会，一口咬定沈墨是我交往着的男朋友。说到这，沈墨抬头看了我一眼。不得不说，阿姨的确戏挺好的。我妈不是戏好，她纯粹是戏精。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爸无时无刻都要被逼着和她对戏。不过，我抬头看了沈墨一眼，忍不住勾勾唇。以后恐怕受他荼毒的，恐怕就有3个人了。误会解释清楚，我紧紧盯着沈墨。所以，刚刚说要娶我是真的？沈墨瞬间正襟危坐，绝对认真。我比你大。我就喜欢姐姐型女朋友。我身材不好，脸蛋也不够漂亮。沈墨勾了勾唇角，目光在我身上扫过，怎么看都似乎有点不怀好意。身材刚刚好，我很喜欢。脸蛋嘛，他故意拉了个长音，然后在我机遇杀人的目光中，轻笑一声，俯身飞快地亲了我一下，也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特可爱。但是，我抿抿唇，你连求婚都没有，就这么嫁给你，岂不是太亏了？谁说没有求婚？沈墨挑着眉看我，那个雷雨夜，我和你求过婚了。说着，他抿唇笑了笑。而且你同意了。我同意了。我一头雾水。然后沈墨便掏出手机，播放了一则视频。雷雨夜，窗外电闪雷鸣，而开了小夜灯的房间内，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用被子将我裹得严实，没占半点便宜。视频里，在雷雨声中，沈墨轻声问道：姐姐，要不你嫁给我吧？而我此刻刚巧翻了个身，稀里糊涂地嗯了一声。接下来，视频里是沈墨的低笑声，他固执地再度牵起我的手，轻笑着，语气低沉，那就说定喽。镜头下移，落在了我们十指紧扣的手上，不许反悔。说来也巧，熟睡中的我，再度无意识地嗯了一声，一切都配合得特别完美。我将视频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竟无话可说。所以这就算求过婚了？我欲哭无泪，这也太草率了点吧。
沈墨却微微挑眉，很草率吗？说着，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那让姐姐看一个不草率的。随着他的掌声响起，房门口忽然传来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下一刻，门开，原本去了美容院的3位家长，此刻居然抱着花出现在了门口。我妈抱着花，我爸捧着蛋糕，而李阿姨手里则拿着一个小饰品盒，目测里面装的是戒指。在3位家长笑眯眯的注视下，沈墨依旧特自然地揉了揉我的头发，从李阿姨手里接过饰品盒，打开，随即单膝跪地，里面是一颗钻戒，目测1克拉，做工很精致，款式也别致。沈墨抬头望着我，并悄悄朝我眨眨眼。姐姐，那这个求婚还草率吗？我说不出话来。沈墨似乎也并不需要我回话，他从盒里拿出戒指，举在我面前，重复了一遍视频里那句话：姐姐，嫁给我吧。我没应声，反倒看着面前的男孩子出神。沈墨倒也不急，1分1秒过去，他才轻笑着问我：姐姐考虑好了吗？其实，沉默的片刻里，是我在最后一次问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和他在一起。答案是，我做好准备了。我会因为他而心动，多年未有的悸动，皆因他而起。父母祝福，家庭匹配，经济财力事业都远超我的择偶标准，沈墨这个结婚对象，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能从他眼底望见同样的情绪。我喜欢的男孩子，刚好也喜欢我。人生中唯一一次的相亲，似乎很成功。回过神，我偏着头看他笑了笑。好啊。我伸出手，沈墨立即替我戴上戒指。他起身拥抱我的时候，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姐姐，我看天气预报说今晚有暴雨，电闪雷鸣的那种，所以需要我陪你吗？免费的。